香港以前是一个渔村，经过开埠以及殖民历史后，成为现在的国际城市。虽然香港拥有密密麻麻的大厦，但一些渔村仍然存在着繁忙的城市中。今天就带大家认识鲤鱼门，我们将会进入鲤鱼门村，探讨更多地方故事。鲤鱼门是香港拥有150年历史的渔村，在60年代，渔民开始经营菜馆，令到这里成为了一个海鲜美食区。鲤鱼门有许多海鲜酒家，吸引不少游客到访。其中一些店家的设计富有历史，例如这个木门。除此之外，还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圆柱形的英式油桶，是20世纪初前英国国王 King George V 年代的历史产物。不过呢，鲤鱼门以前是采矿业以及陶瓷业为主的，但经过了1967年的6·7暴动之后，香港政府就实施了火药管制，令到这里的矿业停业了。在香港开埠早期，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除了有渔业、农业，还有打石业。因为在1841年英国接管香港岛后，维多利亚城需要大量石材用作铺路以及建筑，让香港的打石业日渐兴旺，更出口到其他国家。今天我们看到的就立法会大楼、旧中银大厦以及石板街等中西区的历史建筑，大部分的建筑材料都是来自本地，包括鲤鱼门的旧石矿场。而当时香港有4大石山，包括牛头角、浅草湾、茶果岭、鲤鱼门，称之为死山。香港有大约200年的采石史，但在80年代经济转型后，这个行业逐渐式微。随着香港采石限制越来越严格，以及水泥的普及性，石材的需求大量减少，打石业在香港渐渐衰退。现在只有屯门蓝地石矿场仍然运作中。而鲤鱼门的旧矿场成为废墟，是不少登山或探险人士的路线之一。除了矿场的历史之外，鲤鱼门曾经也是海盗的重要据点。在清朝初代，抗江名将郑成功被打败后撤退到台湾，但他的部下郑健则退守到广东，据守香港东面海域。而郑健的子孙在鲤鱼门发展海盗势力，让这里成为历史中海盗的重要据点之一。位于鲤鱼门村的天后宫，则是由郑健之子孙建于清朝乾隆18年，拥有200多年历史，是3级历史建筑。据说当时用作侍奉天后，还是海盗的前哨站。那鲤鱼门的海峡两岸呢，也是维多利亚港当中唯一一个还没进行填海的地方，就是身后这个地方了。在石滩上，你会发现一座绿色导航灯塔，设立于1902年。当时英国为了方便船只来往鲤鱼门，标示维多利亚港东边界线而设置的。而对面港岛鲤鱼门也有同款的红色导航灯塔，俗称阿公岩灯塔。在19世纪，阿公岩曾经也是一个石矿场村。鲤鱼门除了是当时香港海上对外交通的重要出入口，曾经也是重要的军事据点。在抗日战争中，是香港保卫战的防线之一。当你到访香港岛的鲤鱼门，会看到旧有的防卫设施改建成香港海防博物馆，而原有的鲤鱼门军营大部分改建成鲤鱼门公园，还有度假村。今天我们在历史痕迹中了解属于香港的故事，但随着都市化，未来也许将难以在这城市中寻找昔日的回忆。不妨在夏季出游时多留意身边环境，
也许你会从每次观察中找到更多独特且具有意义的香港故事。